你好，今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，就是你提供的这些关于语言学习倦怠的材料。很多学习者可能也包括你啊，都会遇到这么一个阶段，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热情特别高，但学着学着呢，就感觉动力好像慢慢没了，甚至看到书本都有点儿提不起劲儿。这种感觉是不是挺熟悉的？其实吧，这真的不是你个人的问题，它在学习过程里可以说是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呢，就是想从你分享的这些见解里挖一挖，看看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，然后关键是找到适合你的调整方法。没错，这种所谓的倦怠感啊，其实更像是一个学习路上的信号灯，它不是终点，它就是在提醒你，可能得稍微调调节奏了，或者说换个角度来看学习这事。你分享的材料里其实也提到了，我们的大脑啊，它对那种持续不变的刺激，容易产生一种适应性的疲劳。所以关键真的不是说要追求永远不倦怠，那几乎不可能，而是要学会怎么去解读这些信号，然后呢，做出一些聪明的应对。这次咱们聊呢，就是希望能帮你找到一些策略，重新点燃学习兴趣，而且重要的是能让这个学习可持续下去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从根儿上开始捋一捋，人为什么会感到倦怠呢？在你提供的这些材料里，我注意到一个反复被提到的原因，就是感觉不到自己有明显进步。你可能真的花了很多时间，对吧？但就觉得，这口语、听力好像总在原地打转，这种挫败感，特别容易累积起来。对，这个就是所谓的进步的隐性特征。语言能力的提升啊，它往往不是那种线性的蹭蹭往上涨的，它更像是像那个竹子生长，你记得吧？前面好几年它都默默在地下扎根，你看不见，等到积累到一定程度了，它再砰一下开始快速拔尖。你分享的一篇研究论记里好像就用了这个比喻，因为这种进步它不够直观，我们就很容易低估自己实际上走了多远，然后呢就感到灰心。但除了这个感受不到进步之外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，这个在你提供的那些案例分析里边，体现的也挺明显的，就是那个学习方式跟你个人的特性是不是匹配。是的，是的，这一点儿我看了也觉得很有启发。比如说吧，有些人可能天生就偏向听觉学习，喜欢模仿啊，感受那个语言的韵律啊。但如果你硬是强迫他长时间去看那种很抽象的语法规则，那大脑就很容易觉得，哎呀，真没劲儿，枯燥。然后呢，学习的那个内在乐趣就没了。就这好比，你让一个天生的舞者，非得让他长时间坐那儿解数学题，不是说数学不好啊，关键是这个方式它不匹配。还有一个你资料里反复强调的重点，我印象很深，就是缺少足够的情感连接。就是说，如果学语言的动力，它仅仅是来自外部的压力，比如说考试啊、工作要求啊什么的，而不是来自你内心深处的那种渴望或者兴趣，那这种动力往往就比较脆弱，也比较短暂。对，没错。我还想补充一个，在你资料里其实也隐约提到的一个更深层的心理因素，就是那种无意识的社会比较。尤其现在这个信息时代，对吧？太容易了，你随便上网一看，就能看到别人展示的各种成功。哎呀，那口语说得多流利，那个证书分数多高，等等等等。资料里有个点特别有意思，他提到这种比较啊，往往是非对称的。就是说，我们只看到人家那个光鲜的结果，但我们看不到人家背后投入了多少时间、多少资源，还有可能经历了多少挣扎。这种比较就特别容易触发焦虑和自我怀疑，让你觉得，哎呀，我怎么这么慢呢？我是不是太笨了？然后这就很容易加速那个倦怠感的到来。但实际上呢，每个人的学习路径，它真的是独一无二的。
哦，原来这个比较的陷阱有这么深呢。那好，比如说，当我们意识到，自己好像确实是进入这种倦怠状态了，就是感觉累了，不太想学了。那这个时候是应该直接强迫自己，就是说不行，我必须坚持下去，这样做它是个好主意吗？这恰恰是很多学习者很容易掉进去的一个陷阱。在你分享的一些经验谈里面，不少人都提到过，就想靠意志力硬撑，但结果呢，往往是适得其反。当你真的感觉到倦怠的时候，其实第一步反而是要先承认它，然后接纳这种感觉，就是跟自己说 OK， 我现在确实挺累的，我提不起兴趣，这没关系。这不是说让你放弃啊，而是先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。你材料里提到一个概念叫认知负荷，对吧？就是说，当你的大脑长期超负荷运转之后，它是真的需要时间来恢复的。你要是强行跟它对抗，那只会增加心理负担，更累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这个承认与接纳，听起来它更像是一种积极的应对策略，而不是说消极的放弃。那接下来呢？承认之后，只是停下来就行了吗？我看在你分享的那些材料里面，好像更推崇一种叫做积极休息的策略，是吗？对，这个积极休息 （active rest） 的概念，在你提供的好几份资料里都有提到。它强调的不是说你完全就跟这门语言断绝联系了，不是的，而是说转变一下方式，用一种压力比较低但乐趣比较高的方式来保持接触。比如说吧，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看看你一直想追的那个目标语言的剧集啊，或者电影啊。你可以开着字幕看，就纯粹享受那个剧情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或者呢，找一些你本身就感兴趣的领域的目标语言的播客啊，或者有声书来听听。不需要说我必须每个词都听懂，记笔记什么的，不用，就当个背景音磨磨耳朵。甚至你可以玩玩那种目标语言的文字游戏，或者跟你同样在学这门语言的朋友用几句简单的目标语聊聊家常，开开玩笑。核心就在于暂时把那个学习任务的标签给撕掉，重新找回跟这门语言互动本身的那个乐趣。材料里也反复提到，乐趣它真的是最好的内在动机的燃料。找回乐趣，这个听起来确实是重新启动的一个关键点。但有时候我感觉那个倦怠感，可能不光是因为累了，或者说方法用腻了，它好像还跟你当初为什么要学这门语言这个最初的理由有关系。你分享的案例里好像也提到了这一点。完全正确。倦怠的另一个比较深层的根源，可能就是你当初那个学习目标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你的 why， 它可能已经变得有点模糊了，或者过时了，或者说它现在已经不太能给你带来足够的驱动力了。比如说吧，你最初可能是为了出国留学考试，对吧？但现在可能计划有变，不出去了。或者当初纯粹是为了兴趣，但现在呢，工作压力特别大，让你根本就没心思去顾及这个兴趣了。我明白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大脑好像就会下意识的罢工，因为他找不到，我继续这么努力是为了啥呀？那个意义感没了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对，这个时候啊，就真的需要按下那个暂停键，去重新审视一下，并且重新连接上你的那个 why。你分享的一份关于动机心理学的笔记里面，我看到他推荐了一个挺简单的3步反思法，我觉得非常有价值。第一步呢，就是非常坦诚地问自己，此时此刻我现在学这门语言，我真正想要达成的是什么？思考一下，是为了职业发展，还是纯粹个人兴趣？是为了了解一种文化，还是说为了跟某些人建立连接？第二步，要客观地回顾一下，从我开始学到现在，我已经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步？
试着列出来，写下来，哪怕是很小很小的成就。比如说，我现在能看懂餐厅名菜了，或者我敢跟人用简单的谓语打招呼了。这样做能很有效地对抗那种“哎呀，我好像一点没进步”的错觉，要肯定自己。然后第三步，基于你现在的目标和你已经有的基础，问问自己，接下来我最想在哪方面继续提升？为什么这个提升对我来说是重要的？这个过程啊，它不是为了给你自己增加压力，不是的，它的目的是重新找到那个能点燃你内心火焰的那个理由。动力这个东西啊，很多时候它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，而是需要被重新发现、被再次确认的。有道理。重新校准目标和理由，确实能让人找回方向感。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，如果我的目标还是很清楚的，我也真的挺想学好的，可就是对现在每天重复的那些练习感到特别厌倦了呢？就像你资料里提到的那种学习平期，或者叫方法疲劳。边际递减，兴趣自然也会下降。你资料里把这个叫做有认知僵化的风险，这就像我们吃饭不能只吃一种菜，对吧？身体需要各种营养，学习也是一样，它需要多样化的营养输入。那具体可以怎么给学习换换口味呢？在你提供的材料里，有没有一些特别推荐的能打破硅谷的方法？当然有，当然有。核心的思路其实就是两个词：引入变量和跨界组合。比如说，如果你一直习惯了看教材、背单词，那你可以试试沉浸式阅读，找一些你本身就感兴趣的原版小都市啊、新闻报道啊，或者就是用目标语言写的博客文章。关键是关注内容本身，而不是抠每一个词的语法。再比如说，如果你一直都是一个人闷头学，那可以试试输出驱动输入。怎么做呢？比如给自己定个小目标，尝试用目标语言写一篇特别短的日记，或者录一段简单的自我介绍，或者去找个语伴进行一些有主题的讨论。在用的过程中，你自然会发现，我哪儿还不行，然后再针对性的去学。如果你觉得练听力特别枯燥，那可以试试多模态输入，比如看那种带目标语言字幕的视频，或者玩那种需要听指令的电子游戏，甚至去学一首目标语言的歌曲，把听觉跟视觉动感结合起来。甚至还可以尝试一些具身认知的方法，比如说你一边散步一边听播客，或者一边做家务一边播放目标语言的内容，让学习和身体活动结合起来。哇，这些方法听起来确实挺有意思的，感觉能打破那种逆反感。对了，我还注意到，在你分享的好几份材料里，都反复强调了一个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事后又很关键的技巧，就是创造微小的成功感。这个具体是什么呢？这个微小成功感的策略，可以说是咱们对抗倦怠、维持动力的一个原子习惯法。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把那个看起来很宏大的学习目标，给它分解成每天都能比较轻松就能完成的具体的可以衡量的小任务。比如说，今天我就认真听懂一首歌的歌词大意，或者我今天就用目标语言写3句话的日记，再或者我今天就主动跟一个母语者在线上交流5分钟。关键在于这个任务要足够小，小到让你觉得我几乎没什么压力就能完成它。然后呢，完成之后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及时的积极反馈，比如在日历上打个大大的勾，或者允许自己看一小段喜欢的视频放松一下。我们的大脑对这种完成奖励的循环是非常非常敏感的。这些持续不断的小成功，他们会慢慢累积起来，变成一种我能行，我确实在进步的真实感受。这种感受比你喊任何空洞的口号都要更有效地滋养你的学习动力。把大目标拆解成一个一个触手可及的小胜利，这个听起来确实能让学习过程变得更实据实，不那么吓人。
不过，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那个疲劳的问题，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是真的学腻了，而可能仅仅是就是身体上或者精神上那个能量耗尽了？哎，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，非常关键。在你分享的资料里面，确实有一部分是专门讲学习和身心状态关系的。他就明确指出来，我们的认知能力，这里面当然包括学习新语言的能力，它跟我们整体的精力水平是密切相关的。如果你长期睡眠不足，或者压力特别大，或者饮食不规律不均衡，那你大脑处理信息、保持专注的那个效率肯定是会显著下降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很可能会把这种因为精力不足导致的学习困难，错误地理解为，我是不是对这门语言本身失去兴趣了？或者我是不是遇到瓶颈了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就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，关键就不是去换什么学习方法了，而是要先管理好自己的那个能量槽。正是如此，学习语言它真的是一场马拉松，绝对不是短跑冲刺。你需要学会像管理一个运动员的训练一样，去管理你自己的学习节奏和精力投入。这就包括了，要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注意营养均衡，还要学会管理压力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放松方式。并且在你的学习计划里面，要有意识地安排休息和恢复的时间。与其追求那种一次学好几个小时，然后带来的那种假性努力感，真的不如去建立一个时间不一定长，但是稳定可持续的学习习惯。比如说，就像你资料里建议的，可能每天就固定投入个20到30分钟的高质量学习时间。但关键是要保证能长期坚持下去，尽量不间断。当学习慢慢融入你的日常生活节奏，变成一种近乎自动的习惯时，那启动学习这个动作就不再需要消耗大量的意志力了。对，这时候学习就不再那么依赖于你当时是状态好还是感觉不好了，那个习惯本身就会推着你往前走。说得太好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习惯它就是抵抗倦怠的一个底层的操作系统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围绕你提供的这些材料，算是比较深入的探讨了一下语言学习倦怠的成因，还有一些应对的策略。总结来说呢，倦怠这个东西，它是学习旅程中一个非常正常的路标，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必然会遇到的部分。它出现的时候，其实是在提示你，某些方面需要你的关注了。所以关键真的不在于说我要想办法彻底消灭倦怠感，那不现实。关键在于你要学会识别它背后传递的信息，是我学习方法需要更新了，还是我的目标需要重新校准了，或者就是我的身心需要好好休整一下了。然后呢，根据这些信息，有意识的去调整你的策略，去适应它。的确是这样。这么看来，应对学习倦怠的这个过程，它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学习，对吧？对，就是学习怎么能更好地理解自己，学习怎么去倾听自己身体和情绪发出的信号，学习怎么能更灵活地调整策略，更可持续地前进。当你掌握了这种自我调整的能力，能够做到适时休息，巧妙的变通方法，并且时常还能重新连接上最初学习时的那份乐趣时，那你就拥有了比任何单一的学习技巧都更宝贵的一种学习的原能力。是非常好。所以请一定记住，精力倦怠它绝对不等于失败，更不代表说你不适合学习这门语言。它真的只是一个信号，一个提示，告诉你你系统里的某些地方可能需要做一次升级，或者进行一次维护了。有的时候停下来，花点时间思考调整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更智慧的前进方式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，希望能帮助你进一步的厘清自己的状况。就是当那种不太想学了的感觉再次出现的时候，你觉得它更偏向于下面哪种情况呢？是暂时的疲惫感，可能只需要好好休息一下，或者稍微调整一下学习方法就能缓解，
还是你感觉，你学习这门语言的那个最核心的理由或者说目标，它本身确实需要一次比较彻底的重新评估了。又或者，当你感觉你常用的那些学习方法好像不再那么管用的时候，这仅仅是需要换个花样来找点新鲜感的问题呢？还是说，这可能意味着你已经真正进入了一个需要突破的平台期，必须得去探索一种完全不同的，甚至可能是更有挑战性的、更高阶的学习策略了？仔细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，也许答案就在你自己的感受和反思之中。